江寒，你上月连一块下品灵石都未上交家族，修为更是原地停滞10年，你还有什么脸面占着少主之位？看看上个月修炼资源领取记录，你拿得到勤快，可产出呢？你为林家赚过1颗灵石吗？废物！说完了，我走了。江寒，这定情信物还你，你连1颗聚气丹都买不起，凭什么耽误我的修仙前程？我林婉儿要嫁的是天骄，不是你这种穷酸废物。我叫江寒，穿越到这玄幻世界已经整整10年，这10年修为不进反退，靠着原主母亲的影响力，苟活在林家担任林家少主。表面上我是少主，背地里不过是这些人口中的废物。如今母亲失踪，生死无名，他们终于按耐不住了。我母亲还在的时候，怎么没见你们这么说？少废话！林家之前的确承蒙你母亲庇佑，但她已经不在了。我们现在才动你，已经是仁至义尽。没错，少主之位今日起由林霸天之子林动继承。江寒，识相的话，自己滚去边疆矿场，还能留条命。林家一条破船罢了，这少主之位我还真不稀罕。不过林婉儿，你记住，今日你扔掉的不只是这个玉佩。装什么清高？出了这个门，饿死街头也别想再回来。丁，检测到宿主彻底砍断世俗枷锁，情绪波动达到峰值，无限神豪万倍返还系统正式激活。系统无限余额，万倍返还。宿主江寒绑定成功，本系统可随用随刷无限神石，向特定潜力目标赠送或投资资源，即可触发1000倍至10000倍随机返还。当前新手礼包已发放，是否立即领取？10年了，我的金手指终于到账了，领取！请宿主完成首次投资赠送行为，激活10000倍返还机制。首次投资？我现在身无分文，哪来的东西投？血杀老祖，是血杀老祖，快逃啊！今日血祭天玄城，老夫的魔功便能再上一层，尔等蝼蚁都是养料。小子，借你经验一用。巧了，我正好缺一个练手的靶子。丁，检测到宿主首次投资行为前，可预支1次灵石攻击性消费，宿主是否使用？用，给我用灵石砸死他！这是七品灵石，这么多！什么天陨星辰，也不过如此嘛！是吗？那现在？1亿极品灵石砸死一个魔头，不算亏。系统，这算投资吗？丁，首次攻击性消费成功，作为激活奖励，本次消耗的1亿极品灵石已全额返还至余额。恭喜宿主正式开启神豪人生。神豪人生嘛，听起来不错。林家、林婉约，从今天开始，你们连仰望我的资格都不会有了。丁，检测到女帝萧若曦当前状态重伤濒死，修为被封，气运被夺，投资潜力 SSS 级。上古女帝转世？别过来，我不需要施舍。不用紧张，不是施舍，这颗丹药太差了，我留着也碍眼。你吃了，就算帮我个忙，处理一下垃圾。丁，首次正式投资，目标萧若曦，投资物品劣质聚气丹1枚，触发10000倍返还。恭喜宿主获得地品大道九转丹。我操，一颗垃圾丹药换一颗地品神丹，这生意做10000次都不嫌多啊！好好养伤，下次见面，希望你已经是女帝了。系统，这玩意儿直接吞，不会爆体吧？地品大道九转丹，药性温和，最适合筑基以下修士拔毛洗髓。宿主当前炼气3层，服用后可安全到达筑基巅峰。
爽，这才是修仙的感觉，比前世那些氪金游戏爽多了。宿主当前修为筑基巅峰，鉴于首次投资完成，系统商城正式解锁初级权限，可用余额无限。建议宿主扩大投资范围，积累返还资源。扩大投资，这天玄城里有多少怀才不遇的人，我江寒就投多少。客官想看点什么？锦雀，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你这破铁连柴刀都不如，别占我铺子地儿。这件是我爹留下的，它不是破铁。这个怎么卖？客官，你买这玩意儿，我白送你一把新的都行。一颗灵石就好。这里面是10万极品灵石，见我拿走，人我也要了。10万，你是认真的？是10万极品灵石，买这把破剑，客官您疯了吧？我叫江寒，跟我走，我让你这把剑重见天日。秦缺，跟您走。丁，投资目标秦缺，投资物品10万极品灵石，触发万倍返还。恭喜宿主获得诛仙古剑。投资一个未来剑神10万灵石，反手就给我一把诛仙古剑，系统这买卖简直是在送我赢啊！今日灵药已售罄，功法最低500灵石一本，买不起就别碰，碰坏了赔不起。找你们这管事的，这张单子上的东西我要全买。哼，小子，你怕是走错门了吧？你知不知道这单子上的东西加起来要多少灵石？把你卖了都买不起一根须。是吗？那就换个说法，你们万宝阁卖不卖？买万宝阁？小子，你是来砸场子的吧？就你买得起我这张椅子吗？主人，5亿极品灵石够不够买下整座万宝阁？5亿？你说5亿就5亿，谁知道你是不是信口胡诌？也对，眼见为实。真的极品灵石，全是极品灵石啊！这人是谁？天玄城什么时候出了这号人物？数清楚了，5亿一克不少。现在告诉我，万宝阁卖不卖？卖！从现在起，整个万宝阁都是您的了。主人饶命！先放小的出来。起来吧，从今天起你还是管事，不过记住，你的主子换人了。生意做的中规中矩，就是胆子太小了。明天开始，万宝阁改名为万界第一商会天玄分部。是，主人英明。那主人的名后要传出去吗？外面现在都在传灵石老祖的事。不急，放消息出去，就说我江寒要投资一切有潜力但缺资源的天才，不管是散修还是落魄弟子，只要证明自己有价值，灵石、丹药、功法，我来出。主人这是要招揽天下人才？招揽不是投资，我投资他们的未来，他们回报我的可比那点灵石值钱多了。丁，宿主成立万界第一商会，新功能解锁，概念投资前置条件，成功投资满30位天骄即可开启商城下一阶段。30位，天玄城这么大，30个隐藏天骄应该不难找。消息确定吗？那个在长街上用灵石砸死血煞老祖的人是江寒，千真万确。现场的灵石碎片做不了假，那小子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不可能，他离开林家时连1块下品灵石都拿不出来，哪来的1亿极品灵石？小姐，有人亲眼看见他从林家大门出去，接着就，而且他今天还买下了万宝阁。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要是真有1亿极品灵石，为什么在我面前装穷？他是故意的！够了！不管是不是他，万宝阁被一个神秘人买走是事实，背后的人物都不是我们林家惹得起的。婉儿，你立刻去萧天翼圣子那里探探口风，务必寻求圣地的庇护。是，就算那废物真的得了奇遇，也不过是个暴发户。萧天翼可是荒古圣地的圣子，江寒算什么东西？
把手放上去。下一个。主人，这都半天了，一个都没亮，会不会是这镜子坏了？急什么？真正的璞玉，往往藏在最不起眼的地方。我只有这个，能行吗？小姑娘，这里是在筛选天才，你拿本破书过来有什么用？去！这是什么书？我也不知道，是我爷爷留下的。他说是天书，可所有人都不信。丁，检测到潜力目标苏小婉，身份上古震道宗师血脉唯一后裔，持有混沌阵图残卷，但血脉未激活，投资潜力 SS 级。尼玛，震道宗师血脉，混沌阵图，又挖到宝了。这书我看不懂，但你这个人我挺喜欢。你叫什么名字？我叫苏小婉。苏小婉，好，从今天起，你就是万界第一商会的首席阵法师。这是你的第一笔投资，里面有100万极品灵石和一套基础阵法修炼入门自卷。把这本书参透，以后你的待遇比这好1万倍。这太多了。我觉得一点都不多，甚至还不够。丁，投资目标苏小婉，投资物品100万极品灵石震道自卷，触发万倍返还。恭喜宿主获得先天混沌阵盘。又一个 SS 级，一个阵盘就够我横着走了。江寒，怎么是你这个废物？秦轩，前面那家丹药铺的租金是不是该谈一下？是主人，约的是43克。那走吧。站住！江寒，你一个被林家赶出去的废物，见到本圣子不知行礼吗？你谁？放肆！我乃荒古圣地圣子萧天意，你一个连家族都容不下的丧家之犬，敢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天意，他就是个没见识的乡巴佬，别跟他一般见识。林婉儿，这就是你找的靠山，看起来也不怎么样。确定你这个靠山真靠得住？你什么意思？想找死吗？这人的剑意好强。没什么意思，就是想提醒你一句，你怀里那块圣子令牌最好保管好，说不定过2天就有人出高价买它了。他怎么会变得这么有底气？不可能，他一定是装出来的。主人，按您的吩咐，天玄城内共23处铺面已经全部收购完毕。加上万宝阁和拍卖行，咱们万界第一商会在天玄城已经占了1/3的份额。差不多该往外扩了。李四，你派人去隔壁苍兰城、玄火城探探路，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产业可以收。主人，今天那个萧天意，他是荒古圣地外门圣子，排名最末的那一个，靠的是萧家给圣地捐了3座灵矿山换来的身份。好，捐出来的圣子，难怪那股嚣张劲儿透着一股虚。他背后的萧家在苍兰城算一方豪强，要不要我去灭了？别动不动就打打杀杀的，咱们是商人，商人有商人的办法。明天开始，在每个铺面门口都贴一张告示：万界第一商会广纳天下英才，凡自认有潜力的修士，皆可前来接受评定。评定通过者，灵石、资源、功法管够。主人这是要大撒网。鱼塘太小，养不出大鱼。天玄城这潭水，该搅一搅了。一个被赶出家族的废物，凭什么在我面前嚣张？还说什么买我的圣子令牌？他以为他是谁？天玉，江寒肯定是虚张声势，我太了解他了。他在林家当了10年废物，怎么可能突然变强？你了解他？你当初是他的未婚妻，你说他穷酸废物，那他今天那些极品灵石从哪来的？我也知道，一定是他偷的，或者是抢的。少爷，查到了，那个江寒今天买下了万宝阁和天玄拍卖行，而且放出话来要招揽天下英才，势头很猛。买下了万宝阁，那可是价值数亿灵石的产业，他哪来那么多钱？数亿？不可能，他明明连1颗聚气丹都买不起。买得起万宝阁又怎样？没有实力背景，捧着金山银山就是待宰的肥羊。你明天给我去趟家族，我要调一批高手过来。天宇，
你要做什么？本圣子要让他明白，这世上再多的灵石也买不来一个死字。这位大哥，你丹田有暗伤，修炼火系功法时应该会经常剧痛吧？这是旧伤未愈，你资质其实不错，但需要先疗伤。你怎么知道？我才来天元城3个月，从没跟人说过。是他告诉我的。苏小婉的血脉虽然没有完全激活，但她对战斗的直觉堪称妖孽。短短1天，已经能用残卷感知修士的经脉状态。丁，新投资目标已通过辩才镜初步筛选，当前已投资人数。训练有素的护卫，散修哪有这种气质？谁的人？反应倒快，兄弟们砸了这破店，看他还拿什么招人！秦缺，留活口，问清楚是谁派来的。是，主人。你是剑意，至少是金丹体，你一个随从怎么可能？主人问话，你们只需要回答，谁派你们来的？哼，要杀要剐随你，但别想从我们嘴里问出半个字。没关系，我这个人最喜欢做交易。你们3个，每人100万灵石，把幕后指使者的名字写在这张纸上。100万？你想收买我们？这怎么能叫收买呢？这叫投资。我投资你们3个的诚实，你们用诚实回报我，双赢多好。主子这招比严刑拷打还狠。主人好厉害！拿了你的钱，命就是你的了。萧家派我们来的，说砸了你的场子，每人给50万下品灵石。50万下品灵石就买3条命，萧家也太抠了。行了，起来吧。从现在起，你们3个就是万宝阁的护卫了，待遇翻倍。什么人？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通报你们圣子一声，就说万界第一商会会上江寒来送礼了。送什么礼？送死吗？江寒，你还敢来我这儿？把礼单念给圣子听听。萧家别院第7一章1000万极品灵石，萧家苍兰城灵矿3座2亿极品灵石，萧家天玄城所有铺面8000万极品灵石，总计3亿7000万极品灵石。说这些干什么？这些是我的产业，你想干什么？哦，我忘了说了，在你派人砸我店的时候，我已经派人去把这些东西全买下来了。喏，地契在这儿。不可能，我的产业，我萧家在苍兰城经营了上百年的根基。你怎么可能一夜之间买下来？你哪来这么多灵石？3亿7千万而已，很多吗？我刚才还给路边一个乞丐打赏了500万。萧圣子，你的家底好像没有我想象中厚啊。江寒，你到底想干什么？你报复我是不是？你故意的是不是？报复你？你还不配。林婉儿，我只是在告诉你，你当初扔掉的不是什么废物，是整个林家这辈子都攀不上的巅峰。哦，对了，明天我打算把你林家那几件破布片也收了。你记得让族长把账本准备好。主人，那个林婉儿真的是你以前的未婚妻吗？她好讨厌啊！是啊，眼光不好。不过不重要了，前面还有更大的池塘等着我们去抢。主人，有剑气，很强的剑气，向我这边来。紧急提示：检测到高阶剑修接近，修为元婴期，身份荒古圣地外门巡查长老，疑似为萧天意求援而来。元婴期的剑修，好，投资清单上又多了一个可以打交道的对象。走，我们去迎一迎这位长老。谁是江寒？晚辈就是，不知长老驾到，有失远迎。本座受萧天意圣子所请，前来调查有人恶意打压圣地附属家族之事。江寒，你可知罪？长老，我有罪没罪可以容后再说，我先跟您谈笔生意怎么样？生意？本座不是商人。您不是商人，但您是剑修。我这里有一样东西，想请您鉴赏一下。这是诛仙古剑，怎么可能？上古第一杀伐神兵，怎么可能在你手里？长老好眼力，不瞒您说，我打算把它挂在万界第一商会门口当镇店之宝，您觉得如何？诛仙古剑，剑意认主，这少年到底是什么来头？莫非是上古某位剑道大能的转世？系统，这个长老的剑道水平怎么样？能投资吗？丁，目标玄机长老，当前修为元婴后期，剑道天赋 A 级，
可投资，建议投资物品、剑道感悟类资源。才 A 级，差了点，但比没有强。先聊着，说不定能套出荒古圣地的内幕。小友，这剑是从何处所得？长老，您修剑多少年了？371年。300年剑修，卡在元婴后期多久了？87年。小友眼神毒辣，这里面的东西算我送给长老的见面礼。这剑道感悟是专门为我量身推演的，你是如何做到？长老不必知道我是怎么做到的，您只需要知道，这样的玉剑，我手里还有很多。萧天意给您许了什么好处？我出10倍，条件只有一个，从今日起，荒古圣地外门的一切事务，您跟我通个气。小友这手笔，别说是让老夫通气了，便是荒古圣地谁放个屁，老夫都得让你第一个知道啊！那这个恶意打压的罪名，去他妈的圣子！什么恶意打压？老夫没看到，这里谁看到了？丁，投资目标玄机长老，投资物品定制剑道感悟玉简1位，触发3000倍返还，获得电听通明化神感悟。投资一个元婴长老就能拿到化神感悟，这笔买卖也是血赚。主人，好消息！玄机长老刚派人送来密信，说荒古圣地内部这几年为了争夺下一任圣主之位，外门和内门已经斗得不可开交。萧天意那一脉是圣主一系的边缘旁支，实力最弱，全靠花钱买位置。好，弱点越明显，就越容易撬动。小婉，你去准备一份礼单，把周天星斗大阵的核心成文拓印一份，另外再添3枚化神器适用的破账单。主人是要送给内门的人？不，是卖给内门的人，让他们知道花更少的灵石能从万界第一商会买到比圣地宝库更好的东西。人心这东西，一松就散了。江会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萧老爷子客气了，我今天来就是办2件事。第一，把萧天意在苍阳城名下那3座灵矿的地契当面交接清楚。第二，想跟老爷子谈个新买卖。江寒，你不要欺人太甚，那3座矿是我萧家根基。说话要讲证据。那3座矿的产权文书上写着谁的名？萧天意是吧？他昨天亲手按的手印，5000万极品灵石拿走，同走无期。你们萧家内部怎么分账是你们的事。第2件事，我听说老爷子您卡在化神中期已经200多年了，我这里有一样东西，或许能让您再往上走一步。进来说。江会长，明人不说暗话，你想要什么？这里面是一枚涅槃神丹，专破化神后期瓶颈，整个天玄大陆除了我，没人拿得出第2颗。你知道我为了这枚丹药找了多少年吗？我知道，所以我今天把它带来了。条件很简单，萧家从今日起退出荒古圣地圣子争，所有资源转投万界第一商会，做我的合作盟友。成交。萧天意那个不成器的东西，从今天起与我萧家再无瓜葛。丁，投资目标萧养山，投资物品涅槃神丹1枚，触发10000倍返还，恭喜宿主获得大道金丹1枚。化神突破的丹药送出去，直接给我返还1颗大道金丹。这东西用在谁身上，谁就能直接跨入大能层次。果然毫无道理。萧家族老这么快就商讨出对付江寒的计策了吗？天一哥，怎么了？我被逐出萧家了。什么？那就是天玄城的灵石老祖，看着也不怎么样嘛，修为才筑基巅峰，凭什么让玄机长老亲自迎接？听说他一口气买下了萧家半副家当，但这种暴发户来圣地干什么？玄机，你带外人入室圣地，可知规矩？赵执事，这位是万界第一商会会将昭寒，今日是来谈合作的。谈合作？一个商会也配跟我圣地谈合作？玄机，你是不是老糊涂了？这位执事，您说话这么大声，是不是因为丹坛里的旧伤一直没治好，气虚，所以用嗓门补？你怎么知道我丹田有伤？怎么知道的您就别问了，不过这个能治。
算是见面礼。下次说话小点声，我这人胆小。丹药的品质和功效竟精准对应老夫丹田的隐伤，这简直就是为老夫量身炼制的。你究竟是什么人？一个想跟圣地做生意的商人而已。赵执事，合作的事现在能谈了。江会长，你说要与圣地合作，具体是什么合作？上面是我万界第一商会能提供的所有资源，从筑基到化神各阶段丹药、阵法、功法、神兵，价格只收圣地宝库标价的30%。30%？你疯了吗？这价格连成本都收不回来。成本？不瞒诸位长老，我的成本约等于0。我只要一样东西：荒古圣地在天玄大陆全境的商会通行令。我的商会开到哪里，圣地不得干涉。通行令不是不能谈，但此事需报内门大长老定夺。江会长可否3日之内给你答复？好，那我就等3日。对了，顺便说一句，我这人向来大方，初次见面的长老们都有礼物。此子出手太阔绰了，而且每一样都精准打在命门上，太可怕了。没办法，实在是给的太多了啊！从今天起，你们就是万界第一商会的正式成员了。福利很简单，每人每年1万极品灵石基础俸禄，修炼资源管够，突破瓶颈另有专项资助。我们一定死心塌地跟着你。死心塌地倒不用，好好修炼才是正事。对了，商会后面新盖了修炼堂，里面有聚灵阵和悟道壁，随时可以去。萧姑娘，气色好多了，看来那颗丹药效果不错。那颗丹药不是普通的聚气丹吧？我查过了，那枚丹药里藏着地品药理。哦，那你觉得我为什么给你？你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我想投资你，不是施舍，是投资。你未来成为女帝之后，记得罩着我就行了。好，我记下了。江寒，你听说过古玉的事吗？古玉？什么样的古玉？我师父临终前留下的。他说这玉原本是一对，另一块关系到某位大人物的遗物。我找了很多年，毫无线索。母亲的遗物和萧若星的古玉是一对，母亲的身份似乎比我想象中还要复杂。我帮你留意。你师父还说了什么？没了。他说时机到了自然会出现。那就等时机到了再说。先干一杯，庆祝你身体康复。江寒，你非得赶尽杀绝吗？赶尽杀绝？林组长说笑了。这3间铺面的产权早就抵押给了万宝阁，我来收自己的东西，天经地义。你明明知道那是抵押，我们只是暂时周转不开。林霸天，当初在议事大厅你拿账册砸我胸口的时候，怎么没说周转不开？江寒，你真的要这么狠吗？我们毕竟什么？毕竟你撕毁婚书甩在我脸上的时候很温柔，毕竟你骂我穷酸废物的时候很善良。去，把铺面的新棉袄挂上，字体要大，颜色要亮。是，主人。完了，全完了！马上就要圆满了，真是忍不住期待呢。主人，今天苍兰城那边来消息了，说萧家正式宣布与萧天意断绝关系，所有产业转入商会名下。另外，
玄火城那边有3家拍卖行主动找过来，说要谈加盟。不错，速度比我预想中快。去拟一份万界天骄投资计划的公开声明，3天之内传遍天玄大陆所有主要城池。凡是自认有潜力的年轻修士，凭一件信物就能到任意商会分部申请投资。主人这是要一统修仙界呀！修仙界太大，一统不了。但我要让所有有才华的人知道，在这片大陆上，最好的靠山不是某个圣地、某个家族，而是我万界第一商会的灵石。排好队，不要急，一个一个来。主人，您可算来了！今天来的好苗子不少，属下已经按辩才镜初筛过了，留下这几个等您过目。亮镜，主人，圣人的火系亲和度爆表了！检测到潜力目标驻颜，身份上古火神血脉后裔，体内封印着焚天祖火，但封印过强，导致修为停滞在炼气9层。投资潜力 SSS 级，又是一个 SSS 级，看来玄火城没白来。你就是那个传说中拿灵石砸死魔头的江寒，你凭什么投资我？凭什么？凭我知道你体内有东西快压不住了，最多再撑3个月，你的经脉就会被烧穿。你怎么知道？跟不跟我走？我保证3个月内帮你解开封印。丁，投资目标驻颜，投资物品9幽玄冰液1滴，触发8万倍返还，恭喜宿主获得焚天祖火完整火种。憋了16年，终于能喘口气了。投资1滴9幽玄冰液反手给我焚天祖火，这波赚的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丁，当前已投资人数23分30，即将解锁概念投资前置商城。提示：下一位潜力目标距离当前位置300里。300里，玄火城外，又有什么好苗子等着我去发掘了？丁，检测到潜力目标谷仓，身份上古正道大师，因窥探天机遭反噬，修为降至炼气，记忆残缺，投资潜力 SS 级。这是9天落星阵的变体。小娃娃，认得这个阵？我不但认得，我还能教前辈一个更好的。好，反正老头子我也没别的盼头了。丁，投资目标谷仓，投资物品空白记忆玉简1颗，触发9000倍返还，恭喜宿主获得9天落星大阵完整传承。暗算，又一个阵道大将，苏小婉的师傅有着落了。小娃娃，你身上怎么有那东西的味道？什么东西？混沌阵盘。你拿到混沌阵盘了？果然是混沌阵盘，上古阵道至宝。小娃娃，你知不知道这东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只要把它彻底激活，就能布下覆盖整片天玄大陆的万界覆天阵。别说圣地，就是上古仙人降临，也得在这台阵里给你磕头。前辈神魂的伤，我虽有办法治，但我有个条件。什么条件？你说。老头子，我现在除了这条命，就剩这点阵法记忆了，全部给你都行。我要前辈收一个人做关门弟子，阵道天赋极高，但是血脉未全开。前辈教他3年，我就还前辈30年寿元。成交！老头子，我憋了50年没传人，早就手痒了。丁，投资目标谷仓，投资物品寿元30年，触发万倍返还，恭喜宿获得天道寿元无限限。好家伙，连寿命都能投资返还，这概念投资到底还藏着多少离谱的东西？师傅，好徒儿，好徒儿，老头子这辈子值了。江会长，
有个不太好的消息，萧天意被萧家断绝关系后，投靠了荒古圣地内门一位十全长老玄冥。玄冥长老是圣主一系的核心人物，他放话出来，江会长你用邪术蛊惑圣地长老，要派人来查。查什么？查我给赵执事治伤，还是查我给3位内门长老送见面礼？重点是玄冥长老本人是化神中期的大能，他手下还有2个元婴巅峰的护法。如果真来了，以我们目前的实力，恐怕抵挡不住。化神中期，无妨。本会长自有破解之法。你说建议家焚天烛火，够不够让一个化神中期的大能客气地坐下来谈谈？主人，我有个请求。说，让我和玄冥长老打一场，我想试试自己的极限在哪儿。好，那就让他来。不过在那之前，你得先把这把剑的全部封印解开。多谢主人。客气什么？你越强，我的投资回报率越高。玄火城分布已经稳定，接下来苍兰城、碧波城、万剑城3城同时铺开。主人，3城同时铺开的话，人手不太够啊。朱颜，玄火城那边你熟，你带几个人去坐镇。没问题，谁敢找商会麻烦，我一把火给他烤了。小婉跟师傅留在总部，把周天星斗大阵的简化版布在总部地下，万一有硬茬子来了，至少有个退路。主人放心。秦缺跟我去万剑城，萧姑娘，你如果有兴趣，可以一起去。好。丁，当前已投资人数距离当日商城解锁还有4人，宿主当前商会势力覆盖城池4座，4座城了，才26个可投资目标。看来天玄大陆的隐藏天骄比想象中少，不过没关系，等人来了，池子里的鱼自然就多了。那不是林家的废物小姐，当初把人家江寒赶出家门，现在好了，自己落魄成这样。听说江寒现在可是万界第1商会的会长，手底下天才如云，连荒古圣地都跟他做生意。林家这回真是瞎了眼了。婉儿，事到如今，想要重振林家，恐怕只剩下最后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去求江寒，必要的时候献身于他。你要我献身给江寒？为了家族，也为了你自己，这是唯一的办法。我不会去的，更何况江寒现在恨透了我，他根本就不会给我这个机会。我林婉儿就不相信，区区一个商会会长，真的能够做到只手遮天。江寒，就算你现在是个什么商会会长又如何？在我林婉儿的心中，你永远都是一个穷酸废物。你一个废物都可以变强，凭什么我就不可以？可是江寒江会长当面，我家少主有请。你们少主是万剑城城主之子南宫景。久仰江会长大名，今日冒昧相邀，是想谈一笔买卖。什么买卖？万剑城的剑修以剑为生，但近年来灵矿枯竭，城中铸剑材料短缺，已经3年没有出过一柄像样的名剑了。我想请江会长为我们万剑城提供一批高品质的铸剑材料。可以是可以，但我有个条件，万剑城所有的铸剑师今后出产的上品名剑，我要优先采购权。成交。丁，检测到潜力目标南宫城少主，剑道悟性极高，但修炼资源长期匮乏，投资潜力 A 级。A 级，这个南宫景看着不简单啊，系统评级竟然只有 A， 看来他真正的天赋不在剑道上。江会长，你是不知道，我这个城主之子看着风光，其实比谁都累。我爹病重，万剑城四面都是虎视眈眈的势力，我修为不够，压不住场子。你小时候是不是掉进过一口枯井？你怎么知道？你丹坛里有一处先天禁制，别人以为是天生缺陷，其实是幼年时被人种下的封印。你的修炼速度比别人慢10倍，不是你的问题，而是有人在故意压着你。是5年前的事情，我以为只是意外。这枚玉简里有一套解法，能慢慢消融那道封印。作为交换，我要你在万剑城全力支持商会的扩张。江会长，从今日起，万剑城就是你商会的后院，谁敢动你的产业，就是我南宫景的死敌。丁，投资目标南宫景，投资物品先天禁止法玉简发7000倍返还，恭喜宿主获得破镜神通出阶。破镜神童，这能力以后再看人，岂不是连他藏了几层底牌都能看穿？江寒，你在看什么？我身上有花。没什么。
原来这破镜神童不仅仅只能看到别人的底牌，还能看到，还是少用为妙，对身体不好。快不行了，这种伤普通灵药救不了。系统，给他匹配最佳治疗方案，钱不是问题。推荐方案：九转续命液1滴，麒麟血脉激活丹1枚，合计消耗2000万极品灵石，是否购买？买。丁，投资目标营销，9转续命液，麒麟血脉激活丹，触发9万倍返黄，恭喜速得麒麟真血1滴。1滴麒麟真血就把我肉身推到元婴级强度了，这 SSS 级的投资回报率果然不一样。路边捡的。对了，南宫老爷子的病查的怎么样了？查了，我爹的毒是有人通过日常饮食一点点下的，每顿饭的量极小，连化神期的神识都察觉不到。下毒的人手法极其老练，恐怕是谁？恐怕是城主府内部的人，是我二叔南宫烈。他当年跟我爹争主之位输了，这些年一直不甘心。先别打草惊蛇，我会让谷仓远程布一道监测禁制在你爹的寝室里，下次下毒的人再动手，就能精准锁定。江会长大恩大德，南宫景没齿难忘。别急着感谢，等你把万剑城的铸剑资源全部整合到我商会旗下，我再让你谢。放心，3天之内，万剑城所有铸剑坊的供应协议全部送到你桌上。城主，我们的人已经到位了，只要您一声令下，江寒在万剑城的所有铺面将在一夜之间全部蒸发。急什么？玄冥长老的人还没到，光凭你我从外面找的那些杂兵，能扛得住他身边那个剑修？那个剑修再厉害，也只是一个人，只要动手，定能一击必杀。玄冥长老的意思很清楚，江寒必须死，他身上的秘密，长老要亲自取走。玄冥长老到底看上了江寒什么，值得他亲自出手？玄冥长老卡在化神中期200年了，而江寒手里有一柄上古神兵诛仙宝剑，长老或可用来参悟大道。诛仙宝剑，好东西啊！要买剑去前厅，铸剑房重地，不让外人进。老爷子，你锤法偏了3寸，左肩旧伤引起的吧？再不治，你这右手再过3年就打不动铁了。小娃娃眼力不错，你是万界第一商会江寒，想请老爷子去我商会当首席铸剑师。那江会长能给我多少灵石？1年1000万极品灵石，外加给你左肩单独配一整套灵药温养方案。1000万，还治伤？你确定不是在逗我老头玩吧？我说的每一个字都算数。老爷子，来不来？来，不来是孙子。丁，投资目标都铁山，投资物品1000万极品灵石，左部温养方案触发5000倍返还，恭喜宿主获得天宫铸神诀完整版。投资一个铸剑师就能拿到天宫铸神诀，那以后我自己都能随手打造神兵了。这是要让我一个人干完一整条产业链啊！主人，根据商会掌握的情报，玄冥长老手下2位护法已经离开荒古圣地，预计明天傍晚抵达天玄城。他们放完说要先拿总部开刀。主人放心，我和师傅已经把周天星斗大阵的简化版布好了，只要他们敢进总部100里范围，阵法就能困住元婴巅峰以下的所有人。做得好，小婉，你和师傅撤出总部，带着所有核心人员和重要物资转移到地下阵眼位置。他们要找的只是一座空壳。2个元婴巅峰的护法不算什么，问题在于玄冥长老本人。他如果亲自来了呢？我等的就是他亲自来，他不来，我怎么跟他谈生意？我能拦住一个，只拦一个怎么够？我尽力。行了，也不用紧张，明天先让荒古圣地看看什么叫有钱能使鬼推磨。会长，你让我打的这柄剑，剑纹的走向不对啊！这种纹路打出来的剑，剑气会走偏的。现在呢？这是什么手法？我打了50年剑，从没见过这种纹路。这叫天宫纹。照这个路子打，你打出来的剑至少能提升3个品档。老爷子，明天的行动，我需要10柄这种品质的剑，不是用来卖的，是用来送的。铸剑用其是用处。江会长是要给那2个护卫送礼，等人来了你就知道了。江寒何在？奉玄冥长老之命，前来调查万界第一商会扰乱圣地秩序一事，速速出来受审。 2位护法大人来的不巧，我家主人现在不在天玄城。不过主人临走前说了，如果圣地的贵客到了，有一份薄礼要当面奉上。送礼？
别耍花样了。主人说了，两位护法大老远跑一趟辛苦了，这件是万剑城最新出炉的精品，每饼市价不低于300万极品灵石，小小意思，不成敬意。两位大人先收下，主人办完事儿就回来亲自拜见玄冥长老。既然江会长这么懂礼数，那我们也不急着动手。他什么时候回来？明日5时一定到。江寒送你们剑了。是，长老明鉴，那小子一看就是怕了，想用钱买平安。怕了？你仔细看看那2柄剑的剑纹，这剑纹是失传的天宫纹，传说中的上古铸剑术法，他居然能拿出这种东西。明日他来，不必急着动手，本座亲自来取。是。不知玄冥长老有什么指教？江会长，你以一介商人之身，大肆笼络修士，收购产业，已然触犯圣地规矩。长老的意思是你交出商会30%收益，并公开向圣地认错，此事可了。30%太少了。我跟长老谈笔更大的买卖如何？我出10柄天宫纹上品令箭，3枚化神破障丹，外加1座完整的上古巨灵阵图纸，换皇姑圣地的交易，够不够让玄冥长老亲自来跟我面谈？你说的是真的？我江寒说话从不放空炮，两位把话带回去。如果长老有兴趣，后天5时我在玄火城分部恭候大驾。主人，他们真的会去吗？一定会去。人心这个东西，只要在欲望的钩子上挂了饵，就没有不上钩的鱼。会长。只要你在阵眼中心注入灵力，这阵就能覆盖整座天玄城，元婴期以下困住10个8个没问题。前辈辛苦了，若曦，你帮我盯着城门口，一旦玄冥长老的气息出现，立刻传讯给我。江寒，你确定要跟他正面谈？玄冥长老在荒古圣地素以心狠手辣著称，他当年为了争夺一件法宝，连自己师弟都杀。心狠手辣才好，心狠手辣的人最知道什么是不可滥用的力量。我要让他亲眼看看。诛仙古剑加上周天星斗大阵，再加上我们所有人，到底够不够让他客气？他如果动手呢？如果他动手，那就更好了。我正愁没有理由把荒古圣地整座外门都买下了。长老驾临，蓬荜生辉。江会长好胆色，你就不怕本座在此直接将你杀了？我既然敢请长老来，自然准备了足够的诚意，请进。江会长好大的手笔。长老，我开门见山，我不仅要荒古圣地外门30%产业的经营权，我还要一个承诺：从今以后，万界第一商会在天玄大陆全境的所有行动，圣地不得以任何理由干涉。你凭什么觉得本座会答应？就凭我现在能拿出这些东西，下个月我能拿出的东西是这10倍。长老需要一个突破化神后期的契机，而我是唯一能给你这个契机的人。你知不知道，你这句话说出来，就等于告诉本座，你身上有天大的秘密。你就不怕本座杀人夺宝？长老，您大可以试试，不过我建议您动手之前，先感觉一下脚下这座阵法。好，你赢了，条件本座答应。丁，投资目标玄冥长老，投资物品天宫纹令箭、破障丹、古阵图纸，触发12000倍返还。恭喜速获得荒古圣地外门所有权凭证续赢。爽啊！这哪里是返还，分明是批发啊！长老，真就这么算了？那小子手里的东西可比咱们想象的多得多。算了，谁跟你说算了？本座只是答应了不干涉商会行动，但他江寒如果主动犯了事，本座自然有理由出手。长老的意思是传讯给萧天莹，让他在万剑城闹一把大的，闹到江寒不得不主动破坏圣地规矩，到那时本座再来收网。是。这个玄冥长老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今天答应的这么痛快，恐怕是另有打算。没事，我等的就是他搞小动作，他不动，我还没理由把他彻底踢出局。萧天意还没死心，南宫烈那边应该有他的眼线。萧天意嘛，他若是再蹦跶一次，我就让他连最后那点家底都赔光。若曦，你帮我调查一下，玄冥长老在荒古圣地内门有没有什么对头？有，内门大长老古松真人跟玄冥长老争圣主之位争了上百年，双方势同水火。那就简单了，你去替我递一封信给古松真人，就说万界第一商会愿意全力支持他成为下一任圣主。女娃子，江寒让你来是要跟老夫谈什么？真人看了信便知。你家会长倒是好大的口气，他说能帮老夫拿下圣主之位，凭的是什么？
凭这个，这些如果公开，玄冥那个老东西当场就得被废去长老之位。真人觉得这份诚意够不够换一个同盟？回去告诉江会长，从今日起，荒古圣地内门的一切消息，老夫与他共享。江会长，我刚截获的消息，萧天翼和南宫烈打算在3天后的万剑祭典上动手，他们会趁祭典人多眼杂，袭击商会名下所有产业。萧天翼这次倒是下了血本，他有多少人？至少200名雇佣修士，其中不乏筑基巅峰和金丹初期的好手。娘的，这是要明抢啊！会长，我打的那10柄剑已经全部完工了，只要您一句话，我铁山第一个冲上去。急什么？200个人来砸场子，正好给我一个机会，让整个万剑城都看看，跟我江寒作对，下场是什么？你也想去凑热闹？行，万剑祭典那天，带你见见血。3息之后动手，先烧他的丹药铺，再砸他的兵器摊，最后把他的招牌给我砍下来。江寒啊，江寒，你千算万算，没想到我们会在今天动手吧？有人闹事，快跑！打，除了萧天翼和南宫烈留活口，其他的随你们处置。江寒，你敢动我？我是玄冥长老的人。巧了，我正好要跟玄冥长老聊聊管教下属不力这件事。顺便告诉你一声，你萧家剩下的最后那点产业，已经被我的人从你二叔手里接过来了。江寒，你早就知道我们会在今天动手。我什么都知道。行了，把人带下去，别脏了祭典的地面。教会长为我，万剑第一商会无敌。接下来该处理真正的大鱼了。江寒，你擅自抓我门下之人，可有把圣地规矩放在眼里？长老别急，我今天来不是吵架的，我是来和整个荒古圣地谈一笔大买卖。江会长要谈什么买卖？不妨当着所有长老的面说清楚。我要买下荒古圣地外门的所有产业，价格10亿极品灵石，外加10枚化神破障丹、100柄天宫纹灵剑、3座完整的古镇图纸。同时，我承诺今后30年，商会每年向圣地外门提供价值5000万灵石的修炼资源。多少？10亿！他要把整个外门买下来，荒谬！圣地外门怎能私相授受？你这是在羞辱我荒古圣地！长老，我这份报价比您开的条件高3倍，您不同意没关系，但长老们手里的投票权加起来够不够通过这个决议？我同意，我也同意，我同意。你这是在用灵石买通人心，你这是在腐蚀圣地根基。腐蚀圣地根基？长老说笑了，我只是在用钱买一样东西，公平，一个给所有愿意跟我合作的人最好的公平。老夫以荒古圣地内门大长老的身份宣布，外门产业转让决议即日生效。从今以后，荒古圣地外门姓江了。丁，条件满足，概念投资商城正式解锁。系统，概念投资怎么玩？概念投资，宿主投资100年寿元给他人，可能返还永生寿命法则或时空掌控等。系统，我现在能投资的概念有多少？宿主当前可支配概念寿元的中品、因果线与数位 SA 级目标绑定中，建议首次概念投资选低风险目标试水。听起来不错，不过这寿元投资的人选一时半会去哪找？会长，我这里或许有您方才所说的人选。谁？卷火城北邙山阵眼之下封着的一道上古残魂，是我师父，被封印3000年了，灵魂之力早就枯竭。会长或许可以给他续一缕生机。提示：检测到目标上古震道残魂玄机子，
与谷仓有因果绑定，投资100年寿元给残魂，有极高概率触发万倍返还，是否尝试？好，带路，我们去北邙山。谷仓，你带人来做什么？师傅，徒儿找到能救您的人了。系统，投资100年寿元给玄之子残魂。扣除寿元100年，目标玄之子残魂，投资确认，触发2万倍返还。恭喜宿主获得天道寿元无限续概念。这是天道寿元的味道。小娃娃，你到底是什么人？一个喜欢做生意的商人而已。前辈，您这残魂还能撑多久？如果没有你这100年寿元，最多再撑3年。现在能撑30年。够了，30年之内，我或许可以找到彻底复活前辈的办法。不过在这之前，前辈需要把北邙山这座上古阵法的完整阵图交给我的阵法师。好，冲你这100年寿元，老夫都必须答应。玄冥，你说你堂堂圣地长老，被一个毛头小子用灵石骑在头上，传出去不怕人笑话？少废话！老夫找你来是办事的。江寒那小子手里的东西远超想象，他今天刚去了北邙山，从阵眼里放出了一道上古残魂。上古残魂？什么样的残魂？不知道。但据我埋在谷仓身边的暗线回报，那残魂的身份非同小可。江寒给了他100年寿元续命，他连寿元都能往外送。你觉得这是普通修士能有本事？你想怎么办？我要你以魔道身份，在3天之内毁掉一座城，嫁祸给万界第一商会，就说他们勾结魔道，用灵石豢养邪修。倒是个有趣的主法，这笔买卖我接了，不过价钱得翻倍。成交。江会长，玄冥今天秘密召见了一个魔道散修，名叫黑谷老人，化神初期的邪修，两人密谈了半个时辰。魔道散修，玄冥这是想借刀杀人。知道他们都说了些什么吗？不知道，但黑谷老人离开后，直接往东边去了，那边是碧波城的方向。碧波城，那是商会刚铺开的新城，根基最浅。看来玄冥这是要拿碧波城开刀，然后嫁祸给商会。那怎么办？他既然要嫁祸，我们就给他引一出瓮中捉鳖。若曦，你现在就出发去碧波城，按我说的做。是。什么人？停下！今夜碧波城血祭。流影阵盘已经全部启动，证据已经够了，但这个人不能让他真的屠了城。黑谷老人，你走错地方了。一个小丫头也敢挡老夫的路，找死！你这是什么剑法？你不需要知道。黑谷老人，你屠城灭门的影像已经被流影阵盘录下来了，3息之内滚出碧火城，否则下一刻你的画像会出现在天玄大陆每一座城门口，全大陆悬赏通缉。跑得倒是快。江会长，碧波城昨晚险些遭遇魔道屠城，有人看见你商会之人在城门口出现，你作何解释？长老别急，我这里还有一段更精彩的记录。昨晚碧波城门口发生的一切，全在录。什么人？停下！今夜碧波城血祭。玄冥，这黑谷老人，老夫记得你5年前曾引荐他入圣地做了客卿吧？你故意设局害我！长老，这话我就不懂了。我商会的人出现在碧波城，是因为我们提前收到了有人要屠城的消息，特意前去阻止。真正要问的是，长老跟这黑谷诸人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他屠城的时间点刚好卡在你我谈完合作的第2天？玄冥长老，此事你需要给宗门一个交代。老夫与那黑谷老人不过泛泛之交，他做什么与老夫无关。那就好。我还以为长老跟魔道有什么深交呢。告辞了。江会长这一手漂亮，玄冥这次损失惨重，但他绝不会善罢甘休。他背后还有圣主一系的全力支持。圣主那边
你觉得还需要多久能拉拢过来？圣主闭关300年不问世事，全凭圣主一系的几个长老代行职权。要动他们，除非你能拿出让圣主本人都心动的东西。能让圣主心动的东西，那得是什么级别？传说圣主卡在化神巅峰300年，始终摸不到合体的门槛。如果有人能拿出一份完整的合体感悟，合体感悟，行，我知道怎么做了。系统，概念投资商城有没有合体感悟这个品类的返还路径？查询结果，合体感悟属于高级概念类资源，当前宿主可通过以下路径获取。路径1：投资一位拥有合体潜力的目标，触发10000倍返还后，有一定几率获得合体感悟。路径2：将现有概念紫色中品投资给一位气运枯竭者，触发10000倍返还后，可能随机获得高等概念感悟。径3：消耗因果线与一位上古大能残魂绑定，通过因果共鸣直接获取合体感悟。3条路，第一条太慢，等找到合适的化神目标不知道要多久。第2条风险高，气运投资出去可能收不回来。第3条，玄之子的残魂算上古大能残魂吗？消耗当前金色玄之子残魂，深度因果共鸣。有办法了？有，但要用掉一条很重要的东西。回去之后找玄机子前辈聊一聊。你要用因果线跟我共鸣，获取合体感悟。将来前辈复活所需要的东西，我也会承担一部分因果代价。好，老夫答应。不过有一条，你拿到合体感悟之后，要帮老夫把北邙山这座万劫封天阵彻底修复，这是老夫毕生心血。成交。丁，消耗金色因果线1条，与目标玄之子残魂建立深度因果共鸣。倒计时时息9、8、7。丁，因果共鸣完成，触发60000倍概念返还。恭喜宿主获得合体感悟完整传承。完整传承比一份感悟高了不知道多少倍，这下别说打动圣主了，我自己都要先一步往合体迈进了。师叔，万界第一商会会江寒求见圣主，有要事相商。圣主闭关，不见外人。前辈，我手里有一份完整的合体感悟传承要献给圣主，您要不要先看一眼？合体感悟传承？你可知你在说什么？那东西怎么可能在一个商会会长手里？前辈过目便知。江会长稍后，老夫这就去通报圣主。江寒，你这份合体感悟传承从何而来？圣主不必追问来源，我只问一件事：这东西够不够换圣主一个承诺？有意思，一个筑基巅峰的小娃娃站在本座面前气定神静蛮谈条件，你很有胆色。说吧，什么承诺？我要荒古圣地与万界第一商会签订一份永久互惠盟约。从今往后，圣地所有对外事务的第一合作权归我商会所有，商会所有商业行为，圣地不得以任何理由干涉。永久盟约意味着本座之后的历代圣主都受其约束。你这份传承够不够重到让本座为后辈做这个决定？够。这份传承是真的，比本座想象中还要完整数倍。江寒，你的条件，本座答应了。丁，投资目标荒古圣主，投资物品合体感悟完整传承。恭喜速获得大道本源一缕，10万倍返还，一缕大道本源就够我直冲金丹了。这概念投资的威力果然不是普通投资能比的。自此，荒古圣地与万界第一商会结为永久盟约，圣地所有对外事务第一合作权归我商会所有。江会长，万剑城上下敬您一杯。这3个月来，您做的事是我们所有人想都不敢想的，不是我一个人做的。商会能走到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都是功臣。来，为万界第一商会干杯！丁，宿主势力评估更新，已覆盖城池、天玄、玄火、苍阳、碧云、万剑共5座，已投资人数31，已签约合作伙伴荒古圣地永久盟约。5座成了，还保了一个圣地，但这才刚刚开始。天玄大陆之外，还有更广阔的世界等着我去投资。真舒服啊！江寒，林婉儿，你来这里做什么？我已经知道错了，林家也付出了应得的代价，我想求你再给林家一条活路。抱歉你，亦或者林家人没有值得我投资的价值，你走吧。那这样呢？
我的这副身体有让你投资的价值吗？身体？江寒，这一切都是你逼的，我就不信这样你还不心动，除非你不是个男人。谁？萧若曦。林姑娘，你觉得我们会长这样的身份，身边会缺女人吗？麻烦请你从这里离开，别污了我们会长的眼。萧姑娘，那个是他好看，还是我好看？当然是萧姑娘。老子的初吻！江会长，北邙山的万劫封天阵修复工程，老夫已经梳理完毕了，眼下还需材料天罡石、地山玉、混沌晶，还有一滴上古神兽的精血。前3样好办，商会宝库里都有库存。上古神兽精血，银霄的血算不算？银鳞麒麟的血当然算，而且还是最顶级的那种。如果能取一滴他的精血做阵眼引子，万劫封天阵的威力能比原版强3成。小银子，借你一滴血用用，回头给你买100斤灵果补身体。丁，投资目标万劫封天阵，投资物品天罡石、地煞玉、混沌晶、银鳞麒麟精血1滴，触发概念返还。恭喜宿主获得万劫封天阵完整版。成了，2阵叠加，就算化神巅峰来了，也得在这阵法里被削去3成战力。好，有了这座阵，天玄城就是万界第一商会永远的大本营了。奉云中仙阁之命，特来拜会万界第一商会会长江寒。云中仙阁，那可是天玄大陆之外更一层的修仙势力，据说连荒古圣地的圣智见了他们都要客气有加。云中仙阁找我做什么？我家阁主听闻江会长以灵石买圣地的事迹，颇感兴趣。3日后，仙阁将在九霄之上设宴，特邀江会长赴约。你们阁主知道我手里有诛仙古剑？云中仙阁想知道的事，没有不知道的。江会长，告辞。来者不善，无妨，来者不善才好。不去踩一踩，又怎么知道上面那层水有多深？好地方，不知这仙岛卖不卖？江会长说笑了。请随我来，阁主已经在听云殿等候。江会长，久仰，本座云中仙阁当代阁主青鸾。不知阁主邀我来，想谈什么生意？爽快，那本阁主就直言了，我想买你手里那把诛仙舞剑，你开个价。阁主对诛仙古剑感兴趣，我能理解。不过我这人不喜欢卖东西，我只喜欢投资。投资？剑我可以借给阁主用一段时间，条件是云中仙阁跟我万界第一商函建立合作关系。阁主需要什么资源，我优先供给；我需要什么消息或通路，阁主优先开放。江会长，你知不知道云中仙阁在天玄大陆之外意味着什么？你这样一个小商会，拿什么跟我平起平坐谈合作？阁主，我是个商人，也是个职人，恕我直言，你右手腕内侧那道封印，应该快撑不住了吧？这你都能知道？我不但知道那道封印的存在，我还知道那里面封着是一缕上古魔帝残魂。阁主，你找诛仙古剑，是为了用它来那缕斩断残魂的因果牵连，对吗？江会长，你比我想象中厉害得多，合作的事可以谈，但我要先看看你是否值得本阁主相信。300年前，我斩杀了上古魔帝，但他的残魂钻入我体内，与我的元神共生。我找了无数办法，都无法分离。直到3年前，我才得知，诛仙古剑的剑意能斩断一切因果牵连，包括这种元神寄生的关系。用诛仙古剑斩你一刀，你不怕把自己也斩死了？怕，所以我才需要你来。
传说诛仙古剑认主之后，剑主能操控剑意精准到毫厘，只要勤缺配合我，在残魂剥离的瞬间用剑意锁住我的元神，成功率至少有30%。30%太低，我需要知道魔帝残魂的全部运动轨迹。300年来，我每次压制它，都会记录它的变动频率，全在里面了。够了，有这份记录，我能把成功率调到60%。60%还是太低。系统，投资云中河主的魔帝残魂剥离手术，能不能触发概念返还？提示：当前行为属于高风险因果干预，宿主若以投资名义为本次行动提供关键资源，如稳定元神的神丹、防护阵法等，可触发概念返还。建议追加投资物品9转镇魂丹1枚，太虚护护心阵1套。加上这2样东西，成功率有多少？9转镇魂丹，太虚护心阵，你怎么可能拿得出这些东西？丁，投资目标青鸾魔帝残魂剥离术，投资物品9转镇魂丹加太虚护心阵，触发3万倍概念返还。恭喜宿主获得因果斩断术出阶。因果斩断术，这能力以后处理各种斩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岂不是神了？现在呢，成功率有多少？9成。江会长，你这份大礼，我云中仙阁记下了。来吧。300年过去，本地终于重见天日了。小子，把你的肉身交出来！想要我的肉身，恐怕你是想的有点多，秦缺。受死！丁，目标魔帝残魂与青鸾神之间的因果线已被切断。这不可能！一个区金丹剑修，如何能斩断本地的因果？他的确只是区金丹剑修，不过他手上拿着的可是诛仙剑。成功了，我自由了。秦公子，救命之恩，永世不忘。一切都是我家主人的吩咐，谢主人就好。行了，别这么严肃，都是自己人，说谢太见外了不是？阁主，不如我们还是整点实际的吧。这残魂剥离的报酬，咱们得好好算算。刚才还说是自己人，我这个做老板的无所谓，关键这还一个打工的。老板可以不赚钱，打工的不能不拿报酬吧？行，你想从我这里要什么？整个云中仙阁，还是本阁主这个人呢？阁主，这个玩笑就开大了。本会长一来都只做正经生意，不拉皮条。看来本阁主的魅力还不够吸引江会长呢。说吧，不论什么条件，本阁主全盘接受。很简单，其一，云中仙阁与万界第一商会签订永久盟约，内容跟荒古圣地一样。可以。至于其二嘛，听闻云中仙阁有一条通往外界的天梯通道，我要借用一下。你是说九霄之上的跨域传送阵？那可不是随便开的，一次传送浩浩的资源，足够一个金丹修止修炼10年。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我出双倍资源，你就说开不开吧。开。3日之后，天梯通道为你开启。江会长，跨域之事非同小可，天玄大陆之外有更大的势力。中域七宗、东荒四族、北冥妖族，还有那传说中最顶层的神庭。神庭比你们云中仙阁还高？云中仙园在神庭面前不过是一家小店罢了。神庭掌控着诸天万界的天道规则，连合体大面的神庭使者都要弯腰行礼。神庭掌控天道规则，那他们定规则应该也需要用到钱吧？你想干什么？没什么，就随便问问。对了，阁主。跨域传送之后，我第一站去哪儿比较好？中域七宗里有一个聚宝宗，是诸天万界最大的交易枢纽。你既然要做生意，那里最好。聚宝宗，好名字。银霄，准备一下，3天后咱们出趟差。听闻江寒3日后要离开天玄大陆去中域，这个机会你难道不想抓住？玄冥，你说的机会是指趁他不在的时候抢他的地盘，还是背后捅他一刀？我手头还有一枚断魂钉。只要打入商会总部地下阵眼的节点上，
他华重金布下的周天星斗大阵就会从内部崩毁，届时就是他有再多灵石也挽回不了。玄冥，你还真是执迷不悟。你这话什么意思？意思很简单，你刚才说的每一个字都已经传到江寒耳朵里。你跟那小子是一伙的，你是内鬼！什么内鬼不内鬼的？用江寒的话来说，我和他现在算是战略合作伙伴。战略合作伙伴？我与你斗了100多年，不是因为什么仇怨，只是因为你确实不适合做圣主。这次你做的太过分了，玄冥，收手吧。希望你别后悔。丁，恭喜宿主获得中域通行大礼包1份，金丹圆满秒生丹是否使用？必须使用啊！丁，恭喜宿主使用成功，宿主当前实力金丹7大圆满。不愧是秒生丹啊，爽！这次去中域，争取突破元婴。此去中域，有想一起去的吗？报个名。我跟你去。我也想去。你去什么去？万劫封天阵还得你跟我一起维护，你走了谁干活？既是如此，我、秦缺、若曦3个人就够了。小婉和古老爷子留守总部，加上古松真人暗中照应，天玄城出不了大事。哦，差点忘记了，还有你这个小东西。好吧，那主人你要早点回来，我会把阵法维护的比铜墙铁壁还结实。好，回来给你带中域的土特产。传送过程中也凶险万分，江会长务必小心。到了聚宝宗之后，先去找林管事，他是我旧识，会接应你们。准备好了，开阵！好家伙，这规模，天玄城怕不是人家的一个角落。中域的修士普遍比天玄大陆高一个大境界，那边那几个至少元婴中期。3位从何域而来？可有引荐信物？云中仙阁青鸾阁主引荐，找林管事。原来是青鸾阁主的客人，林管事正在万真楼坐镇，小的这就带3位过去。这才是我要的舞台。天玄大陆的那些铺面跟这里比起来，简直是小打小闹。看来秒生元婴圆满不是梦了。青鸾那丫头居然会主动引荐人，稀奇。说吧，3位来中域想做什么？我想在聚宝宗开一家分号，万界第一商会中域分部。小兄弟，你知不知道聚宝宗的分号有多难开？光准入资格就要3样东西。哦，哪3样？其一，5亿极品灵石保证金；其二，1位元婴以上修士坐镇；其三，你还得有1位聚宝宗现任长老做担保人。宝金在这里，10亿极品灵石。至于元婴级修士，秦缺释放气息给林管事看看。元婴级剑意，而且这剑意品质高的吓人。小兄弟，你这随从是什么来头？秦缺，我的护卫。至于第3样，当保人。林管事，您不就是聚宝宗的长老吗？青鸾阁主让我来找你，应该不仅仅是因为旧识2个字吧？不错不错，有胆有识，有资源有底牌。行，你这个担保人我林某人当了。这地方原来是一家丹药铺，老板经营不善跑路了。你要是愿意，3天之内可以翻新开业。位置不错，林管事，装修费用我来出，但我想请您帮个忙。聚宝宗这边开新店需要开业大典吧？能不能把排场弄大一点？多大？聚宝宗所有长老都发一份请柬，拍卖行的顶楼包场1天。开业当天，我免费向所有来宾发放1枚筑基丹，品质嘛，保证不低于上品。筑基丹免费发，来1个人发1枚，这有什么问题吗？当然有问题。你知道筑基丹在聚宝宗卖多少钱吗？那可是至少10万极品灵石1枚的上好丹药。你这一发，少说几千人出去，几亿灵石就没了。你耍我？几亿灵石买个开门红不贵。再说了，我发出去的筑基丹成本约等于0。对了，初次见面，这是给林管事准备的一点小礼物，极品筑基丹。我操，真土豪啊！见面就给我1颗极品筑基丹。纠正一下，不是1颗，是1瓶。小兄弟，不对，这位爷，您身上还缺挂件吗？林管事，麻烦注意一下身份，您是长老。什么身份不身份，长老不长老的？1瓶极品筑基丹啊，我给您当条狗都足够了。好家伙，至少2000人，你真发得起？发，来多少发多少。
的是上品筑基丹，我排了2个时辰了，千万别返还啊！第一商会，面子不小啊，叫你们会长出来见我。我就是，阁下哪位？就你，区金丹圆满也敢来中域开铺子？我是聚宝宗3大商会之一天宝阁的少主赵乾，你这店铺开在我天宝阁对面，是不是有点太不懂规矩了？规矩？中域的规矩是谁定的？自然是实力为尊。你没实力没背景，就老老实实交份子钱，每个月30%流水，给你3天时间考虑。3天后看不到你的诚意，你知道后果。天宝阁吗？那就先拿他开刀。你说那江寒免费发筑基丹，还发了几千枚？对，不过我猜肯定都是从哪个穷乡僻壤弄来的劣质货色。阁主，老夫派人查过，那些筑基丹的品相全是上品，没有一粒是残次货。这个江寒财力深不可测，能一口气发几千颗上品筑基丹的人，背景不会简单。贤儿，你明天去查查他的后台是谁，别贸然动手。知道了，知道了。不过爹，若他真有后台，更得趁早打压，否则等他做大了，咱们天宝阁还怎么混？不禁算是长见识了。你免费发了几千颗筑基丹，非但没亏，反而引来了100多单采购订单，光这些订单的利润就把筑基丹的成本覆盖了7、8倍。这不就是商业的基本逻辑吗？先让人进来，再让人留下。这一次，对面的天宝阁恐怕真被你得罪了。开门做生意，哪有不得罪人的？林管事，天宝阁的利润来源，你这个做长老的应该很清楚吧？天宝阁主要利润来源有3：灵矿贸易占比40%，丹药批发占30%，拍卖行抽成占30%。核心客户群体皆为聚宝宗周边城镇的散修和小家族。你问这些想干什么？当然是把天宝阁的客户都抢过来，出一批比他们价格低30%、品质高半档的丹药和灵矿，让他们自己选。低30%，品质还高半档，你哪来的货源？天机不可泄露。等等，那几人不是我天宝阁的客户吗？是的，少主。妈的，我天宝阁的人跑对面商会去做生意，给本少主拦下他！赵公子，你们手里拿的什么？这是小的们刚从对面新商会买的丹药，比天宝阁更便宜，品质还好，色泽圆润，丹香纯正，确实是上品。该死，江寒这是想和天宝阁抢饭碗！少主，要不要带人去砸了他的铺子？砸什么砸？聚宝宗有规矩，明面上不许动武。不过，他既然做生意，我就用做生意的方式收拾他。去把灵矿贸易线的那几家矿主叫来，本少主要给他断货。江会长，我们仨今天来呢，就是想跟你说一声，灵矿的供应价格得涨一涨，原材料涨价了，没办法。哦，是吗？想涨多少？30%。才30%，小意思。江会长，您这是同意了？要求合理，本会长为什么不同意？不过，我这边也有个小小的要求，如果本会长将3位矿主的灵矿采购量翻3倍，3位可否给个折扣？翻3倍？你一个刚开业的小商会，吃得下那么多矿？这是荒古圣地和云中仙阁与本商会签订的永久供货协议，2家加起来每个月需要我供应价值2亿极品灵石的灵矿。3位觉得我吃不吃得下？江会长，您早说嘛，价钱好商量，给您打8折，不7折。6折，我给您6折，以后您商会所需的矿我全包了。那3位矿主要求的30%价格，不涨了，不涨了。玩笑，先前都是玩笑，江会长千万不要当一回事。那就这么定了。3位老板爽快，我也不会亏待各位。每季度额外送1批天宫纹灵剑作为回礼。丁与3位矿主达成深度供货协议，
当前商会供应网络覆盖范围扩张至中域周边17城。天宝阁想断我的货，那本会长就让他连他自己的货都留不住。你说什么？3个矿主全部倒戈到江寒那儿去了？爹，我也不知道那小子拿了2家跨界势力的供货协议，那3家矿池见钱眼开，当场就反水了。阁主，这个江寒不简单，他背后不止一家势力撑腰。荒古圣地跟云中仙阁都是天玄大陆的顶尖势力，虽然不如中域七宗，但能量也不小。难道我们就这样坐视不管，放任他骑在我们天宝阁的头上？想骑在我天宝阁头上拉屎拉尿，恐怕没有这么便宜的事。去找暗室的人，明面上动不了他，暗室里可没这规矩。先给他点颜色，自己乖乖滚出聚宝宗。有人来了，5个，全部脸血数在身，修为都在金丹后期以上，有2个元婴初期的。别急，让他们进来。江会长，拿人钱财与人消灾，有人花钱买你一条命，是你自己动手，还是我们兄弟们帮你？天宝阁请你们来的吧，现在走，我可以当做没看见。如果非要动手，这是麒麟，还有这惊喜。现在你们的命是我的了，回去告诉你们的雇主，就说本会长对他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再有下次，天宝阁就可以从这聚宝宗除名了。滚吧。会长，我来了。这位是我手下祝言。总部那边一切安好，古松真人亲自坐镇，玄冥长老最近老实得很。万劫封天阵已经完成2次加固，整座天玄城现在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不错，既然来了中域，正好帮我个忙。天宝阁那边最近安静的有点反常，你帮我盯一下他们的拍卖行，有什么动作马上通知我。没问题，打探消息我最拿手了。江会长，咱们商会上个月的流水已经出来了，中域分行这边开业不到1个月，流水已经排进聚宝宗前10，这在聚宝宗创立以来属于独一份。前10还不够，我要的是第1。第1？那太难了。排在前面的除了天宝阁，还有2家，一个是灵虚阁，专门做高阶功法交易的，另一个是天丹会，背后站着一群炼丹宗师。高阶功法、炼丹宗师，这2个方向好像都是系统最喜欢的投资目标啊。丁，检测到中域范围内可投资潜力目标数量17人，其中 S 级3人 ，S 级6名 ，A 级8人。宿主是否开启中域天骄地毯式投资计划？开启。我要在3个月之内，把中域所有潜力的人全拉到我的商会上来，让天宝阁那帮人看看什么才叫真正的扩张。SS 级目标1叶秋，位置废丹坊，身份炼丹世家弃子，因连续3年炼出废丹被逐出师门，目前靠给废丹坊打杂为生。隐藏天赋，体内封印着混沌丹火血脉，需特殊契机激活。SS 级目标2冷月，位置暗巷，身份不明，疑似被抹去记忆的上古修士转世，当前修为仅炼气7层。但体内经脉构造极其特殊，适合高阶武修传承。SS 级目标3赤鳞，位置焚天荒漠，身份上古赤龙族后裔，血脉严重退化，潜力极高，但寿命所剩无几。就从叶秋开始。废丹房东区对吧？林管事，废丹房是什么地方？就是所有炼制失败的丹药集中销毁的地方。那地方臭气熏天，灵气浑浊，正常人待3天就受不了。你说那个叶秋在那里打杂？废丹房里泡了3年还能活下来的人，绝对不简单。
走去看看。这地方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待的。找人的话，去前头管事那儿登记，别下来。走。我是来找你的。找我没用，我是个废人，3年练了37000炉丹药，没有一炉成功过。全中域的人都知道我叶秋是炼丹废物，37000炉全废。那你有没有想过，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你什么意思？这里面有一部控火心法，试试看。丁，投资目标叶秋，投资物品混沌丹火控火心法，触发5万倍返黄。恭喜宿主获得混沌丹火火种。混沌丹火火种，这以后炼丹我还需要找别人，自己练就行了。跟我回去，3日之内，如果你炼出1炉成丹，就可以留下；如果炼不出来，就从哪来回哪去。成了，我体内的火终于动了。3年了，我终于练出了成丹。怎么样，还想继续当废人吗？萧会长，从今天起，我这条命就是您的了。只要您不嫌弃，我给您当一辈子丹师。你以后就是万界第1商会的首席炼丹师了，待遇比照长老级别，第1年的年薪是1000万极品灵石。1000万？好好练，以后商会的丹药你说了算，想练什么练什么。成本不够来找我，材料不够也来找我，别的不用操心。江会长，天宝阁联合了灵躯阁和天丹会，要搞一个聚宝宗商户排位赛，所有商户在1个月后公开比试，按炼丹、炼器、功法、修为4项总分重新排会，排行垫底的3家直接取消在聚宝宗经营的资格。这是冲着我们来的。排位赛有意思，这比砸场子文明多了。你有把握？当然，正好叶秋刚归位，炼丹项我们有人了，炼器项有铁山给的铸剑法门可以撑，功法项若曦，你愿不愿意代表商会出战？可以。修为项呢？你自己上。修为项我目前金丹圆满，中域的水准至少元婴起步，我上去不够看。提示：当前概念投资商城已解锁修为共进，宿主可对任意有突破潜力的目标投资，触发10000倍返还后，宿主将同步获得目标突破带来的修为反馈。那还等什么？下一个目标，西区暗巷的冷月，该去会会他了。目标确认，冷月，当前状态失忆，修为被封印，体内经脉结构呈现罕见的9曲回环形，这是上古体修大能的标志。投资潜力 SS 级。饿了吧？我叫江寒，我可以帮你想起一些事情，你愿意跟我走吗？为什么？你这样的天才不应该被埋没沦为乞丐。天才？你是在说我吗？你的修为被封印，这一点，我想你自己应该很清楚吧。好，我跟你走。系统，投资冷月。系统。丁，投资目标冷月，投资物品体修导引，触发7万倍返还。恭喜宿主获得9曲体修传承完整版。我想起了一点。想起什么了？我来自天外天，有人封印了我，追杀我。天外天，那是什么地方？记不清了，只有碎片。不急，慢慢想。
你现在的修为已经到金丹中期了，记忆会随着修为恢复慢慢回来的。在这之前，没有人能在我商会的地盘上动你。谢谢。丁，投资目标冷月，修为突破至金丹中期，宿主同步获得目标突破带来的修为反馈，恭喜宿主获得半步元婴秒生丹。秒生就秒生，还整什么半步元婴？系统你不厚道。宿主赢得聚宝宗商会大比，获得第1名后即可返还元婴巅峰秒生丹。我收回刚才的话。商户排位赛共4项比试：炼丹、炼器、功法、修为。炼丹由叶秋出战，炼器江会长从万剑城调了铁山老爷子的2名徒弟过来，他们掌握了天宫文的基础技法，够用。功法项由萧姑娘出战，至于修为项，咱们目前缺少一个能打的元婴级选手。金丹中期的体修能打元婴初期吗？理论上，顶级体修可以越级一战，但差距太大，容易受伤。我可以试试。那就这么决定了。天宝阁那帮人想用排位赛把我们踢出去，那就让他们看看什么叫做降维打击。2位，1个月后的排位赛，我天宝阁愿与贵方联手，只要把万界第一商会挤出前20名，之后的利益分配好商量。赵阁主，我听说那个江寒最近招了几个不错的人手，废丹坊的那个叶秋被他收了，还有一个来历不明的少女也在他手下。哼，叶秋那个3年练不出成丹的废物，他能翻出什么浪花来？那个废物只是障眼法，我最担心的是他身边那个剑修和那个女的。那个剑修的剑意，怕不是普通元婴。不管他们手里有什么牌，排位赛是聚宝宗的规矩，规矩之内，他再有钱也买不到分数。只要我们在4项比试中3项压过他，他就得滚。放心，炼丹向天丹会包了，我派首席弟子出马。叶秋那废物连上场资格都不配。会长，我现在的出丹率已经稳定在80%了，但天丹会的首席弟子炼化神丹都有70%把握，我可能还差点。叶秋，你练不出来化神丹，是因为你体内的混沌丹火还没有完全觉醒。本会长刚才给了你1缕火种引子，你再试一炉。成了，化神丹3枚全部上品。化神丹3枚，这得是多少灵石啊？现在呢，能跟天丹会的首席弟子掰手腕了吗？掰断它。你体术很像一种失传的古武流派，每一击打在护体真气上，能直接穿透内脏。我总觉得这个战斗方式不是我完整的实力，我的修为应该不止金丹中期。你体内封印不是一次性解除的，等排位赛打完，我带你去北京焚天荒漠，那边有个 SS 级目标跟你可能有点渊源，说不定能帮你解开下一层封印。今天第1场是炼丹比试，天丹会派出的是首席弟子云鹤子，元婴初期修为，炼丹30年，在中域有丹王之称。紧张吗？紧张？会长，您知道我在废丹房那3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吗？就是被人嘲笑到麻木了。麻木之后，反而什么都不怕了。去吧，上去让他们看看什么叫3年磨一剑。废丹坊的丹废也能上台了，聚宝宗的排位赛门槛真是越来越低了。第1项比试炼丹，限时1个时辰，自选丹方，不限品阶，以最终丹药的品质和成丹率综合评分。开始。不愧是云鹤子，光这控火手法就值1000万灵石。看吧，那废物果然不行。江寒，接下来就让所有人都看看，你这所谓的万界第一商会不过是一个天大的笑话。这是什么话？云鹤子7枚化神丹，成丹率70%，品质上品为主，上佳。8枚化神丹，全部上品带混沌纹，这是什么级别的丹术？混沌纹那不是失传的上古炼丹手法吗？怎么可能出现在一个废物手里？不可能，这不可能！3年废丹的人怎么可能练出混沌纹？一定是作弊！混沌丹火的气息做不了假，这是丹道血脉的天然印记。炼丹项比试结果，叶秋胜。该死，怎么会这样？这个废物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做得不错。炼丹项拿下第1，炼器项铁山徒弟们稳拿前3，功法项有萧姑娘坐镇，现在压力全在修为项了。修为项什么时候比？3天后。天宝阁已经花重金请来一位元婴中期武修，据说专克近身体术。正好，我这3天应该能再突破1层。封印松动了。叶秋炼丹的时候，看到混沌丹火的biến动，似有感悟。我已经感觉到第2层封印的裂痕了。
提示：冷月体内的风与上古赤龙血脉具有同源气息，建议前往焚天荒漠，将冷月与赤灵进行因果连接投资，有望触发高阶概念返还。混沌丹火跟他的体修封印有共鸣，有意思。小美人，你这种身板，老子一巴掌能把你扇飞出去！认输吧，免受皮肉之苦。你废话太多了。比试开始。死！这一刀下去，金丹旗都能直接粉碎。哈哈哈哈！小美人儿，你就这点力气？修为相比试，冷月胜。这个废物，操！赤金色的龙气，难道我体内封印的是龙？废物，都是废物！江寒那孙子骗了我们所有人，他身边的哪是什么废物，分明都是高手。丁，万界第一商会赢得聚宝宗商会排位第1名，恭喜宿主获得元婴巅峰秒升丹。元婴境巅峰吗？我来了。排位赛赢了只是第一步，天宝阁那边还是要小心提防。另外，我决定3天后启程去北境焚天荒漠。去那里找赤龙族？你的封印跟赤龙血脉有共鸣，或许见了那赤龙族后裔，你的记忆和修为都能再上一层。秦缺、冷月、若曦跟我去，其他人留守分部。会长放心，就算天宝阁想使绊子，也休想绊动我们。天宝阁若有什么小动作，不可能瞒不过我。江会长只管放心。赤龙族隐居在花漠最深处的赤岩谷中，但具体位置连聚宝宗的地图都没有标注。你们到了之后千万小心。放心，我这个人运气一向很好。丁，检测到异常天道波动，来源神界方向，类型天道审判法旨正在凝聚中，建议宿主在法旨降临前将修为提升至化神期。15天，天道审判法旨。神界也坐不住了吗？你们目标确认，赤灵当前状态血脉严重退化，寿元不足100年，体内有最后一丝上古赤龙真血，投资潜力 S。万界第一商会会长江寒，这是天道的威压，来自气息比之前青鸾阁主描述的神听使者还要强100倍。万界第一商王会会长江寒以同咒之物降下审判之剑，抹除其一切因果痕迹，即刻执行。天道审判之剑，怎么可能？江寒，快走！这东西不是我们能扛的。天道审判，仙王会裁定，裁决之剑值多少灵石，我全款买了。丁，购买成功，恭喜宿主获得裁决之剑所有权。回去告诉你们仙王会，下次想审判我，直接告诉我想要多少钱即可。这柄剑，本会长不笑纳。你把天道审判的裁决之剑都收了，那可是神界仙王会的法则武器，你怎么可能？这修仙界，只要是有价格的东西，本会长就能买到。你现在最要紧的是自己的命，你这血脉退化到什么程度了？还剩不到100年寿元，赤龙族的血脉在我这一代已经稀薄的连化形都撑不住了。你身上有龙气，跟我体内封印里的东西很像。你体内怎么会有我赤龙族的龙气？我也不清楚。跟我走，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我们赤龙族在上古时期曾经辉煌过，但因为一场大战，龙族血脉被神界仙王会联手封印了大半。我这一代族中只剩我一人了。检测到强烈因果共鸣，冷月体内封印与赤龙族图腾产生连线反应，建议立即执行因果绑定投资，预计触发12万倍以上概念返还。我是个商人，最喜欢做交易。我帮你恢复血脉纯度，你帮我解开冷月体内跟龙族有关的部分封印，如何？我本来也活不了几年了，如果能在死前看到龙族血脉重新燃起，值了。丁，投资目标赤灵冷月因果绑定，投资物品赤龙真血，触发12万倍返还。恭喜宿主获得万龙之祖龙魂精魄1枚。这是我族失传万年的祖龙之魂，为何会在你手上？本会长先前就说过，只要能用钱买到的东西，在我手上就一点都不奇怪。我的血脉回来了，我赤龙族的血脉回来了！
元婴巅峰期投资目标冷月赤灵修为突破，宿主同步获得目标突破带来的修为反馈。恭喜宿主获得化神境秒升丹。总算没有辜负我的希望，化神境大圆满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是天外天龙龙血武神阁的末代传人。当年龙血武神阁被神界仙王会联手剿灭，阁主用最后的力量把我封印送出了天外天，还让我带着一样东西走。什么东西？钥匙。江会长，我赤灵的命是您救的，从现在开始，赤龙族最后一滴血脉，愿意为您效力。别说的这么沉重，我这人喜欢双赢。秒生的感觉就是爽，仙王之下，也就只有合体境强者才能对我造成威胁了。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突破化神境，整个修仙界只此你一人了。看来我这个未来女帝都只能望尘莫及了。无妨，接下来就让本会长来罩着我们的未来女帝。我果然没看错人，这块玉佩，你身上有一块一模一样的吧？或许对你有用。寒儿，看来林家并未遵守当初的约定。娘，寒儿，当你看到这道影像的时候，说明娘已经不在了。娘来自天外天长生殿，因触犯了神界仙王会禁令，被削去修为，放逐至下界，是长生殿最后的血脉传承。娘原本只想让你留在林家，做一个平凡的普通人，没想到还是事与愿违了。你终究还是走上了这条与天斗的道路。寒儿，若有一天你有了足够的力量，去囚龙界帮娘把长生殿从仙王会的封印中解救出来，那里还有娘的族人，他们和娘一样，因帮助凡人提升修为而被视为罪人的修士。原来如此，娘是因为想帮普通人修行才被贬的。你要去救长生殿的人，对吧？我娘的族人都被关在那里，我必须去。我陪你去。你不问那里有多危险？危险？你娘难道就不是我娘了吗？这话没毛病。走吧，去召集人手。会长，夫人的族人就是我们的族人，囚龙界是吧？我去。天外天那边我熟，虽然记忆还没完全恢复，但囚龙界的构造我记得一部分，我可以带路。我开路。会长，我把所有存货都打包好了，各种品阶的疗伤丹、破障丹、续命丹，管够。我负责点火把，烧出一条路来。主人，我现在阵法可厉害了，囚龙界的封印我虽然解不开，但我能帮你们定位所有封印节点的位置。老头子，我虽然不能打，但我可以在后方给你们布传送阵，万一打不过还能跑。既然如此，那出发去把长生殿的人全部接回来。江寒，你以一介凡商之身搅动天道秩序，今日还敢闯入神界，你可知罪？我今天不想打架，若是几位能把路让开，一切都好说；否则，放肆！神界威严，岂容蝼蚁亵渎？众天兵听令，镇压此贼！挡我者死！很好，一群蝼蚁竟能成长到这等地步，不过也就到此为止了。我能拦住一个。天子，你是在说我吗？江寒，他们的修为全在合体境以上，我们不是对手。你的灵石再多，在绝对实力面前也不过是一堆垃圾。今日你和你的人都要死在这里。绝对实力，你确定？丁，检测到宿主面临致命威胁，是否调用天道级消费权限购买盘古开天斧，消耗全部余额。买。这是盘古开天斧。说的没错，灵石确实买不到绝对实力，但不好意思，这把斧头是我花灵石买的。挡我者死！丁，宿主超额消费，触发万亿倍返还。恭喜宿主突破至仙王境，天道共鸣已建立。左烈，
怎么自己断了？那张脸跟店主大人有7分相似，是少主来了。诸位前辈，我是江寒，长生殿殿主之子。神界仙王会已经陨灭，你们自由了。少主，你长得跟店主一模一样，他早就知道这一天一定会来的。前辈，我娘的元神还能复活吗？你娘在封印之前，把一缕元神封进了这块长生晶里，只要有足够的能量激活，她就能重塑肉身活过来。娘，我来接你回家了。店主归位，长生殿重开。寒儿，娘，我来接你了。你受苦了，但比娘想象中走得远得多。这些都是你的伙伴。这是秦缺、萧若曦、冷月、赤林、叶秋、祝颜、苏小婉、谷仓老爷子，还有银霄，我商会最强的核心。见过江夫人。商会、天团，寒儿，你这10年到底干了什么啊？说来话长，娘，咱们回家再说。各位前辈，回家了。江会长，投我，我根骨不错。我有一颗祖传的炼体秘方，求江会长看一眼。寒儿，你比你娘当年强多了。都是娘教的好。江会长，江会长，投我！我还有潜力，我曾经是圣子，我比他们都强。江寒，你看看，都是这个贱人！要不是他，我根本不会跟你作对。我帮你教训他了，现在可以投我了吧？我给你当狗，当什么都可以。林婉儿，还记得吗？当初你摔掉玉佩的时候，我说过，你扔掉的远不只是一块简单的玉佩。江寒，我知道错了。知道错了是好事。不过早已无济于事。今日商会暂停收人，诸位若有兴趣，3日后到总部登记。